遇到朋友喝茶那些，他们都会讲，怎么这样错啊？先注重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1500块吧。 ？1500块，全部人都吓到，就这么少哦。可是你的 knowledge 从哪里来呢？ YouTube 哦，就买一个 beaker 放在那个 pot 里面，搅，就这样子开始了。会怀疑啦，到底这样子做对吗？你朋友会跟我讲，没有成绩啊，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不要做啊。那一晚，女朋友她就拍一个 video， 播少，我们就去吃饭，吃饭回来，怎么我电话一直响？我想，做事这样多 order 进来，你做什么？然后他讲没有啊，播 video 那个 video 变 viral， 然后 video 才8秒吧，突然间那一晚就收out了。那一晚开始吧，我们看到something is different， 就很庆幸哦，有坚持下去。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怀明，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名字是回明 ，so 我是 co-founder of 这个海哥，就是前面看到这个产品，然后我们是卖 deodorant、lip balms 还有 sunscreen 的，这3个是我们主打的产品，所以我们是本地的护肤品牌，然后本地制造也本地卖咯。这样，怀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创业，I think 是 pandemic 开始啊，就疫情的时候咯，2020年。2020年，那个时候你几岁？现在是2024吧？2024啊，4年前哦。那时候现在我29，4年前就25岁。25岁。其实你在大学是读什么呢？我大学我是算是我读 law， 读法律啊，律师哦，就读到完哦，也有去做完我的 chambering， 都做完全部东西，然后出来也是有去 law firm practice 过，大概差不多应该有半年的时间吧。那个时候就 lockdown 了。对，那时候就我们 law 有一个 privilege 啊，是说我们要去实习9个月，过后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律师，就是说我们要 follow 一个师傅这样子。然后我就学都好。我之前做 intern 的时候，我是在 civil litigations， 就是说是刑事啊，欠钱啊、离婚啊、诽谤啊那些东西都会有参与到咯。然后他就跟着师傅做么，就旁边学都好这样子。那时候就需要9个月，然后9个月完过后，我的那个 law firm 还 offer 我做 as a senior legal junior associates， but then 我觉得我想拿 break， 拿一个月的 break， 然后我就拿了过后就 MCO 开始了。然后就 lockdown 过后，因为 court 全部都不能去嘛，都关，然后 law firm 全部也没有再请人，就在家。过后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创业啊？是I think lockdown 的时候是3月嘛，是吗？我也忘记了。总之是 lockdown 过后第2个月、第3个月就因为也没有工作嘛，全家人也是在家，然后我也没有做东西，这样就浪费时间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有try to 在淘宝啊或阿里巴巴买东西啊，过后我在 Carousell， 以前是 Carousell， 以前没有 Shopee 哦，我在 Carousell 在 Mudah 买这些我是买 bag， 就是说买 bag 了在中国，然后 resell 在 Malaysia， 然后还去 Carousell。 那时候我是在 Briefview 读书，然后我在 KL 的时候我就拿 COD 哦，就是说我是买货进来，我放在家里，然后我就 upload 那个 listing 去 Carousell 啊 Mudah， 然后有人 message 我要买，我就驾车去一个地方面他们哦。然后这次开始我就发现到actually 网卖，因为我是一个很 introvert 的人嘛，然后不用出去见人就能卖到我的东西，我觉得哇很 amazing 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 internet e-commerce 这些东西然后因为大学我需要去外国读书，所以我就停了。然后过后 MC 的时候我就想起why not 我就 continue to 做一样的东西，现在也是 internet 嘛，我 MCO 又不能出去，然后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现在又有那时候 career 也是很蛮多了，就很方便了，不需要去 COD 啊，你可以就是 career service 直接寄给他。所以这样子我就想why not 我就自己在 internet 找一些东西来做。为什么到最后会变成deodorant除臭吧？有什么故事啊？很多人是问我这个问题啊，问为什么你读这个背景，你怎样去，你不是 chemical， 你也不是 chemist， 你怎样去学，怎样去做这一行，就这个不大，这个算是护肤产品嘛，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啊。一开始的时候选产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卖一些 bag， 是全部人都一样，全部人都有啊，所以我就想回我自己，我现在我要做的话，我不要只做 one off 我要做是长久不是讲我做完这个买完100件，这样卖100件，就下一个你要选新的品，又要找新的爆品，那些我觉得很不 sustainable 啦。所以那时候我就其实我有看到，算是 online 有 research 到，然后自己也看到我选品有5个 criteria 啦，我会去看。第一个是要能解决问题的产品，然后第二个是要有 recurring purchaser， 就是说要复购率然后第三是要有足够的 margin 利润
就因为到时候你在放在 platform fees 的时候 ，platform 会抽你，然后广告费那些，所以利润也是要有很大的空间度要有在。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那个产品要轻，因为我因为那时候我知道 e-commerce 运输，我不想去烦这样那么多，所以就轻，然后能记起全码，所以我就这样的 criteria 去选这个产品这样子。然后我先 focus on 第一个是问题我想什么问题是已经困扰我很久然后从小到现在困扰着我，到我还不能找到一个产品能解决的，就是我的狐臭我中学的时候，我是很 active 就中学其实也是没有在读书啦，就是在打篮球吧，所以就身边打球过后遇到朋友，他们会去喝茶那些，他们都会讲，怎么这样臭然后本来我就很靠近他们了，越做我不懂不能这样抽然后我就越做越远，就尽量就不好意思那个信心也没有去，就打球流汗过后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个信心。然后有时候以前中学的时候，比如说妈妈要带我们出去，然后刚好我刚打球回来，我就上车讲那个味道是真的是很臭，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用了很多不同的产品，市面上也是有很多嘛，就是用来用去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了。所以我就讲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能帮助到别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问题，我能解决我的，我能also帮忙他们解决。所以从这个开始就深入去研究就这样子开始把我先注重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子开始选到这个理论就很奇怪这样子开始。OK， 可是讲到嗨哥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呢也是会很好奇，其实嗨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 for 嗨哥，我们是 MCO 那时候我想要做产品然后我有跟我的女朋友也是 co-founder Ivor， 然后我跟他讲我想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买，然后我有问那些 OEM 那些也是很难， MOQ 很高然后他就跟我讲你去做不了，然后我们两个就 brainstorm 一个名字当天然后名字的话我就给他选，因为他是比较 creative 的人我就做产品，他就是想那些名字然后过后这么会想到嗨哥，我们也是看到很多那些国际品牌，他们都是像比如说 Nike、Nike 像 Adidas 都是比较很奇怪他就一个 meaning 也没有 meaning 所以我们 Ivor 他的想法是他看到maybe hygiene 然后变成 HYGIENCE 太长了，我们变成 HYGR 这样子就这样子 randomly within 2天或1天就 come up with 这个 name， 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名字然后现在有点很难 pronounce， 然后还有那个 website 是别贵，因为它名字才4个字母嘛，所以它 website 很贵多少钱？我上几个月才买40多钱。40多钱？因为它是 premium 的 website， 所以就心痛，钱了就算了也没办法不然它要换名很难嘛，要重新就太大，不是现在现在我没有这样 resource 去做，所以就先买这样后面当时你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OK， 当时的时候我们启动资金1000块我出，然后500块是我的 Ivor 我的朋友出，就1500块吧，1500块，全部人都吓到，然后就这么少然后那1000块我们怎样用呢？就是我会去 survey 买别人的产品，然后还有买那些 ingredients 回来 testing R&D 那些，还有 packaging 这些可是你的 knowledge 从哪里来呢？ YouTube 以前的时候这一行只是完全对我是很新我没有说前辈或者这边没有，就说法律的话我要开 law firm 我懂找谁嘛，因为那些开过 law firm 的怎样走那个步骤，然后这个行业是完全不懂都 YouTube 跟 Google， 然后还有因为我 test 我自己我买别的产品来我 test 这个 texture 我喜欢，这样我就看它 ingredient 是什么，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喜欢这个味道用什么味道再 combine 起来变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子都是 online 就 Google YouTube 这样子学来这样你的1500块 spend on 什么东西？1000块的话买 ingredients就买那些辣那些椰油，然后还有 even 去 Tesco 那些椰油，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做是 natural 那种的感觉，就是说不要太多chemical 我 try 我觉得对我没有用，所以我想 try 别的路线，还买 lemon 那些的来自己 test所以1000块大概都是花在 ingredients 跟 R&D 的 way， 然后还要买 packaging。那时候还记得我去 sourcing packaging， 因为我们都是很特别是用纸的，所以是都要去外国拿，都要去中国买的。
然后我和他讲，哎，我只要30支吧。他讲啊，normally人家 customer 都是订5000哦。我讲，哎，你可以帮我一下嘛？反正我真的我卖到的话，以后我会继续跟你拿。我就跟他讲，然后过后他就把他库存剩下的之前人家做的剩下可能有50支那种sample， 然后他就拿这个寄给我。就从那边开始，就1000块一些的 portion 是买那个30支。我手记得第一次我买30支吧，30支 packaging 的 bottles， 然后 I&D 这样子哦。可能庆幸是我家里有那种火锅炉啊，那种本来我妈妈都有啊，所以就拿她的火锅炉in a way 我用她的炉，还有她的那个 pot 那些。你是在家里做？就是在我家里做，然后因为我有一个 storeroom， 那时候我 storeroom 也是空着，然后就在拿一个桌子开起来，然后 hot pot， 然后一个那个 pot 电炉还有 pot 在上面，然后放水，因为我们这个要 double boil， 因为你只是 direct boil 的话还会崩掉它里面的 ingredients，所以它温度要很小心。所以然后我就买一个 beaker， 那种实验室的 beaker， 然后就放在那个 pot 里面，蒸在水里面 pot 里面这样子，就这样子掺来掺去，然后搅倒出来，就这样子开始了。就是不只是你这样，你的表情是那时候我的 family 也是有这样的表情。那时候因为那时候 MCO 嘛，全部人家人都在家，然后他们也是会上来哦，因为那个 storeroom 是在楼上啊，所以他会上来看到，诶，你在做什么？我妈妈问我，那我讲在做这里的人哦，那他们就笑，就是笑啊，做来这么，然后我讲想要自己卖啊，他讲哦，他们就笑，就是在笑，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管他们啦，因为他们就不知道我做什么，因为很奇怪啊，因为读法律的孩子在那边煮东西，可能不知道你是认真的。对，他也有是开玩笑啊，然后就这样子做，这样子开始。OK， 就一开始的时候 sales 这样 OK 吗？一开始的时候 sales 很慢，可能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单是，也可能是因为 MCO 吧，第一个礼拜就有进第一、第二单这样子，哇，那时候很开心啊，那时候第一单像第一桶金这样，哇，很开心，就哇，我们产品有人有兴趣要买，然后过后一星期也是1-2单，然后一个月也都我觉得应该没有超过20吧，那时候啦，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定是很 slow 啊。这样你怎样 sustain 自己？那时候是 MCO 嘛，然后我看到这样子是没有这么快可以实现自己，但是我有跟自己讲 in one day 啦，我需要就这个 business 能实现我跟我的 co-founder 的那个 monthly salary，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做那个工作，然后我们可以 focus 做这个，但是那当时候是不能的，所以我就 MCO 我 start 了2-3个月，然后过后开始我就 apply law firm 工作咯，就实现我自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 apply， 因为我是槟城人，所以我 apply 槟城没有 reply， 那我 apply 到去 KL， 过后我找到一份工在 Setia Alam， 一份 lawyer 的工，然后我就一个人，我就飞来 Setia Alam， 然后我找个屋子住，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 practice 就一边是 practice， 然后在那个晚上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做我的这个海哥咯。早上做 lawyer， 晚上煮丢的人。Yes， 那时候是哇，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那4个月是算是我最 hectic 的那4个月。就早上起来，就是因为我是做 civil litigation， 就是说需要去法庭啊。早上起来我就去法庭，回来啊，然后我会在路上，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完法庭东西，我回来也是有路上，然后我会找 MBE， 就是说附近的那些 bus drop， 我就去那边 drop bus， 我再去我接近 office， 所以就 repeat 咯，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就在 repeat， 说4个月。在那个过程，你有觉得来自我怀疑？哇，很自我怀疑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因为那时候我在 KL， 然后我女朋友还在槟城，因为她也是跟我一起读咯，过后她也没有兴趣读咯，所以我的第一份工我还继续，我要 try 多一次嘛，因为我觉得 maybe 我 try 不够多 try 不够久，然后我的女朋友的话还是很清楚知道她自己不喜欢的，所以那时候她还在槟城，然后我在 KL， 然后过后她也是在槟城找到一份工，是做 video editor， 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个 background of video editing， 所以他进工的工钱也不是很高，好像2600、2700吧。所以那时候我们2个人都过后我先找到来工，我先来到咯，过后他还来，然后过后我要省钱嘛，我们2个人住在一个 master room 哦，那个 master room 是我们还跟屋主讲我们不用 aircon 的，因为可以省200块1个月然后我们2个就哇热到半死，我跟你讲，没需要 aircon 不可以。大家自己要死掉，然后我们住在那边然后晚上时候哇很热，就是早上起来会流着汗，我床湿了太热了，然后就这样子，那时候就这样子
try 着省钱，然后把有钱的话就去买更多 packaging 跟料这样子哦。那时候是自我怀疑啦，因为到一个阶段，我有女朋友跟我讲，诶，这样子做好像没有成绩啊，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还又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然后他就还跟我讲一句话，他讲这样子我不要做啊，我不要做啊，我全部给你啊。就他说，我们一起 incorporate 一个 enterprise 嘛，然后我们有分股份这样子，那全部给你，我不要做啊。然后那时候我讲你不要做啊，不行，但是我想要继续做，我就一个人做。那时候就一个人有2-3个月吧，就是那时候在 law 时期哦，就坚持这样子，会怀疑啦，到底这样子做对吗？浪费时间吗？因为我们在 for 我们的一个 career 我们是有分 first year 到 third year 你是属于 junior。third year 到 fifth year 你是属于 senior，fifth year and above maybe 你有机会是成为 partner， 所以他们会看这样子来 by right 啦，就 normal 的 path 啦，他会这样看你的资历，来看你的薪水多少啊，这些，然后我也是会跟自己讲，我浪费我的时间在做这个，然后我的 opportunity cost 是什么？就是说我没有机会去爬这个来的，就 maybe 我用1年的时间或去做这东西的话，这样我的资历就减少1年了咯。So by right 我应该是3年的，但是我浪费1年，我只是2年罢了。这样我薪水也是一样，没这么高。And normally 是这样子 ，but if you outperform the lawyer, of course 你可能第1年、第2年、第3年就可以做完了。所以会怀疑到底我做这个选择对吗？浪费时间吗？然后还是我应该换方向应该这行不适合我 ，maybe 别的 category 才适合我这样子。所以但是就很庆幸有坚持下去这样子做。这样子的情况维持了多久？怀疑那时候我维持了给做那个legal工大概做了半年，我觉得我就做到很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这个讲回去是因为我之前有打篮球嘛，所以当我发现到当你找到一个你很喜欢做的东西你去做的时候你都 feel like doing it，it's a part of your life already， 就是这样子，好像是这是我的生活。然后我去做那个legal工的时候，我 feel like 这个是我早上起来又要做工要做工，I'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it， 就我没有看我要明天起来我要做什么样子。像之前我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明天早上我会几点要 training， 我可以 training 完过后下午就去 training 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原来你喜欢个东西，你找到你的热忱的时候，你是自动自发想要去做，而不是要人家推你而去做。所以是这样子，我决定我想要给自己1年的时间。那时候我6个月做了半年的一个 firm， 我就可以了。跟老板讲我不要做，然后老板问我是不是钱不够，然后我讲其实不是也是啦，但是重点也不是钱啦。我想第一个东西，我想要 try 别的东西我觉得我这样子做下去，不是讲他们的分不好，是可能我不适合在这行。我想要 try 别的东西，然后他也接受了。然后 after 他请到人了，我 handover， 然后我就 quit 了。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个做到还 OK， 但是还不能 afford to pay 我 salary 如果我要 compare 跟我在legal firm 的 salary， 可能那时候才3000多块而已。然后就 quit， 我辞职，然后我就找一些 freelance 来做。我有 not sure 有听过 GoGet 这个 part time platform，so normally 是说别人会放 job 在上面，那你可以去接。所以我接过 remote CS 做 remote CS 帮人家 reply CS， 还有 delivery 我记得我第一份的 delivery 是导那个豆腐花导 DAO 然后就在 KL 啦，然后我还记得我还带着我女朋友去 deliver， 然后去 deliver 的时候，我去店拿的时候，我女朋友就要帮他买一个豆腐花，买过后我讲那 deliver fee 根本都还没有赚钱我还亏钱，所以就这样子开始就这样子。那时候亏了过后，我就一边做这样的兼职，有什么就做然后过后一边实现自己，一边做这海哥。那时候我就很 devote 我自己时间就去做海哥，我就可能早上起来我就一个时间我是 build website 去学怎样做广告然后过后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接这些side 的 freelance 这样子然后有遇到几个朋友，他们也是做比如说一点 e-commerce 东西要帮他，好像是做在家work from home 的东西，就开始但是那时候都是刚刚好而已，没有人讲会能 cover from high 这样子。这样什么时候你那个 sales 才开始起飞那时候 I think 我的女朋友Ivor 她开始做，她算是一个 TikTok content creator， 然后因为我很相信，那时候我记得的期间我 follow Gary V， 我 follow 他就每次他的 video 我就在看，那时候他就在 promote
人家去做 TikTok。那时候 TikTok 真是跳舞，就是很多外面跳舞 trending music 跳舞 transition 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讲，你都会做 TikTok 吗？你可以你不要做，我知道你不要做，但是我讲你就帮我做这个，帮我拍视频就可以了，就帮我拍几个 TikTok， 那其他东西我来做这样子。然后过后他就帮我拍第一个 video， 没有什么人看，很给力的那个 video。看到笑，哇，这么这样哇，很给力啊！然后过后到第二、第三，应该是第10多个 video 开始，有个人 traction 了。我们拍什么呢？我们就是拍我们讲制作过程讲包货的过程这样子过后，人家喜欢看 behind the scene，然后开始他就拍那些 video， 看到有 traction， 他就慢慢有兴趣，跟有那个去做了，然后过后就 second lockdown 开始了，那时候我们在 KL。那时候我们还在一个 studio， 一开始我在 master room， 跟我搬去一个 studio， 然后过后我们在 studio 里面做，跟全部是在 studio 里面600 square feet 吧，睡觉旁边全部都是 parcel 的嘛，这样parcel 煮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在那边开始做，然后我记得那个日期是5月20号，2020年没有错哈，520 ，yes 520，但是我不知道是2020还是2021忘记那个时间，I think 是2021，把520就对了。然后那一晚我的女朋友她就拍一个 video， 大概8秒不了，就是说她拿着 credit card， 她敲桌子，然后后面是我们 customer 的 Shopee review with 她的 image，她的 trend， 她的那个 content 的意思是take my money because 太好看了这个地方的 color，然后就这样子吧。我记得那时候她是晚上6点6、7点 post， 她 post 那个 video post 好，我们就去吃饭回来，我电话一直响，叮，那时候 TikTok Shop 没有出来那时候他们看到我们 video 的话，他们需要去 Shopee 买，所以是 Shopee 的 notification 有一直响，我想做事我想做事这样多 order 进来，然后我就问你做什么，然后他讲没有post video 那个 video 变 viral， 然后 video 才8秒吧，然后就那一晚开始我们的 sales， 那一晚做的是我们去年上几个月半年的 sales 在一天这样子。那时候就突然间那一晚就收out我们几百只的 lip balm 嘛，那时候就是 lip balm 变 viral 先。OK， 那个时候还是自己煮自己煮，然后我跟他讲今天不用睡啊，我就跟他讲这个 moment 变 viral 不是每次都有所以我讲我们要把握做，我们能拿多少 order 呢就拿多少 order， 然后过后他们买完了，我们 Shopee out of stock，他们跑去 website 买 website out of stock。然后怎么我说，然后全部就 comment 讲这没有 stock， 然后过后我就问 Shopee， 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叫 pre-order， 就是说还没14天 pre-order， 给他们可以先买，然后过后才拿货，after 10天我才发货，他们还 OK。然后过后我就问我的 supplier packaging， 那时候我们是 packaging 没有卖完了嘛，我讲你可以 within 这星期你还有什么库存你可以给我的吗？还有 maybe 还有300到500只，那 OK。我先给钱，你现在运去我的仓库，我就直接空运过来，所以 within 7天我就可以收到那个 bottle， 然后还有7天我就做 production， 就去倒，然后 OK 我就放 listing pre-order 放上去，也是卖完了，朋友你卖完了，我想我飞机还没有飞这没有到，我的货已经卖完了，就讲那时候就讲不能不要再卖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去 fulfill 那个 order， 底下种很多本地，然后那一晚我们就倒立帮倒到没有睡觉。半夜在倒立帮倒，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们自己拍，那时候就那一晚开始吧，我们看到something is different， TikTok 真的是太夸张了，就开始我们就 focus 在 TikTok，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还要做那些 freelance 那些 part time 东西，但是比较少，因为海哥还能 running 嘛，我也不需要再放更多的钱还是什么就是 OK to running 就那8秒的 TikTok video， 对，改变你们命运，真的是，但是为了那8秒，我们之前也是有 prepare， 像比如说 content， 我的女朋友之前她 Iver 嘛，她是做，其实她很想 to be a content creator， 她要做 YouTube， 像你们这样她做 YouTube 只是做了中学开始做的时候，你知道中学的时候她做的时候，我是因为她也是算是一个蛮做得不错的 content creator 然后我看到她的经历，我看到也是不简单，因为一开始她在中学做的时候很多人朋友笑他讲你这 video 好像就拿个 video 来笑他，你做 YouTuber 什么，然后他就没有做了咯，他就因为这些朋友，他就把他的全部 video 变成 private我讲然后过后他就
想要做 content 自己录啊，唱 cover 啊，那种什么都做啊，然后过后就做不好，是因为 TikTok 开始啊，就慢慢 pick up 回，诶 maybe TikTok 可以 try 一下 short content 也比较容易做啊，就这样子开始，所以 maybe 给人家看起来是8秒，那对我来讲，我看到 Ivor 的 effort 是8年，他5年前他就开始在做 YouTube， 然后慢慢还发现 TikTok 这样子来 build 他的 social profile 这样子，也是很庆幸啊，有人有 TikTok 这个 platform 让我们尝试到咯，也刚好天时地利哦，刚好看到 Gary V 的 video，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相信的嘛。那么跳5M 的卖东西，那也可能啊，全部人也是不相信啊。所以 lucky 哦，我觉得 lucky 也是一个很大的幸运的成分在啊。这样后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在做这一个大项目？就是那个 moment ？OK，I think 那时候我们还在 condo 嘛，然后 after 我们看到我们 sales， 我们地方也不够用啊，我们搬去一个 double story house 在 Putra Heights。我还记得那时候下面我们就做那些production 的东西啊 packing 东西哦，然后上面我们就睡觉，还是一样也是在 home base 哦。然后那时候 order went viral 过后 after that 我们 try to maintain 那个 hype， 但是也没这样简单，但是我们就是每个月都还有啦，还有那个 sales 像没有像 viral 那一天那样子这样夸张，但是我们maintain哦，每个月这样子。那时候我还觉得lucky 哦，所以我不觉得是一个很有potential 很大的 business 哦，但是我觉得就一个 side project 哦，一个 side hustle 这样子 but not there yet 啦，所以我还是 keep trying。The moment 我搬去我们自己 GMP 工厂的时候，在 UAJ 也是 double story link factory， 那时候我就觉得actually 这个是一个slowly become a proper business already。就那个 moment 当我搬去我第一间的 GMP 工厂，我们自己做的第一 GMP 工厂。那个时候你们量大概多大？一天卖几百只哦，一个月应该是几千只以内的量。几千只的 deodorant and lip balm 这样子。目前你们的营业额大概多少？方便透露一下？目前的话，我们一个月的 revenue 是7位数啦。一个月7位数。revenue 啊，不是 profit 啊 ，revenue。只用了4年时间。4年的时间。就是从在家里晚上自己煮开始。还是想回去我会觉得很夸张，就是在家用一个火锅炉这样子煮到这边哦。但是现在当然是我们已经有 Proper Chemist， 有 Production Line、Production Manager、Operator、QAQC、R&D， 哇，很多 title 我都不懂啊，之前不懂啊，现在就原来这些人是有这样的 title 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比较 professionalize 化 ，everything is。所以你们现在是有自己的工厂。然后我们今年1月我们搬去我们的一个 semi story 的工厂，然后还是很小而已 ，10,000 square feet， 然后 build out 是下面就5000 square feet， 我们是用来做 production 啊，还有 GMP certified， 然后现在我们申请这 Halal 还有 ISO， 然后后面是做 warehouse 哦，所以下面一层是 production 的 activities， 上面的话我们是office for 我们的 management 啊 marketing people， 然后还有包货咯，我们 pick and pack 都是在第3楼哦，然后中间有一个 lab 在我们的第2楼这样子。为什么你们自己开工厂？为什么不要找 OEM 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当我们在我们 double story house 的时候，我们有想过，我们有真正找过2个 OEM， 我们有 outsource 给他们，但是到后来我们 feel like，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想要1000只，可能要2000只，然后他们有时候 deliver 的时候 deliver 不到，可能 deliver 到少500只，少300只，但是我单已经在那边了。如果我不送货出去的话 ，Shopee 会给我们penalty late shipment 那 preferred seller 都没有。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看到 ，maybe 可能是我们找到没有这样是配合这么好的OEM，that's why 我们觉得这东西是 limit 我们，因为我 feel like 我们可以 boost sales， 但是我们的 product 一直不够 ，boost 到一半就要 cancel，boost 到一半就 cancel，video 又不敢 post， 人家怕过后又不能 fulfill，就是做到就 kick 在那边哦，所以。看到那时候我们的瓶颈就是supply 的我们product supply 太不够足那个 demand， 然后 try to 找2个 OEM 过后也不大适合，而且我们的包装是纸的，所以他们生产的过程他们也不会，因为是 Malaysia 也不敢讲我们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少数的包装用纸的，所以他们很麻烦的，都纸的一个问题是一弄肮脏你不能抹掉再继续用，一完脏就是 waste， 一完脏就是 waste。plastic 他们不能抹掉，洗过来干了过后又可以继续用，所以 wastage 很多。try 了2间都不大适合，我就跟我女朋友讲我要自己做，那我讲很累咯
因为我完全不懂怎样 build 个 GMP factory， 然后我就是到处 Facebook group 啊，我打 GMP consultancy 那些，我就 call 问，看他们怎样做。GMP consultancy 很贵，然后过后我讲我自己做，就自己去跑这些东西。因为我们 GMP 的话，你要分 room 嘛，就说 filling room 就是做 filling，mixing 是分 mixing，sampling 做 sampling， 然后 intermediate 就是说做了一半还没有半成品就放在那边，所以他们的要很干净，要很隔离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就我跟我女朋友讲我要自己做，她想做啊，问哈，你自己反而吓到啊，她想做不好吗？她想失败的话就变回家里吧嘛，都没有什么在怕，那就给，然后我就找一个 Lean Factory 塞了3年的 contract， 然后就开始做 renovations 哦 ，partitions 啊，然后还有全部东西就这样开始自己做。到3个月哇，也是给第一个难熬的期是一开始的时候的那4个月，我是很累。一 viral 过后也是很辛苦的 fulfill 那个 order， 但是做 GMP 的时候哇更难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装修，我们不懂装修了要找谁啊？我们最后找的是一个外劳这样子的啊，还是外劳因为要便宜啊。那时候哇问题很多，就是说觉得每3天我都要跑去工厂看一下。说好了3天我的 partition 架要起，你不起，我的东西从后面 delay 了。每次问他的时候，人不够，没有睡醒啊，他的人，所以就不能来什么。我讲哈，这样子的话，这 delay， 我租金要给，然后过后我的 production 又不能 scale up 起来，又要花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哇撞墙哦，不会嘛，就是撞墙，再慢慢就催他，要是 monitor 这样子，也不知道怎样做到好啦，就做好啊。然后within那1年，就是说去年 suppose 我们 sign contract for 3年嘛，那1年时间就我们不够用了。之前我花的 effort 画那些东西就浪费了，因为你搬一次 office 工厂 GMP 重新要拿过了，它不是跟着公司走啊，跟着地方所以就今年又再画多一次，又再做成现在的那个工厂，那算是最难熬的时候吧，就那2个时期，也是会自我怀疑啦。好像越玩越大，进工厂然后过后全部东西全部 investment 全部，因为我们算是到现在我们都是不 share 了，我们没有帮我翻定了，然后家里人也没有讲，那时候还没开始看不到东西，也没有这样支持我们了，但是到后来全部东西都是我们赚多少放回进去多少，赚多少放进去多少，就 until 去年的12月，我跟我女朋友才开始 draw 我们的薪水吧 ，before that 是完全没有，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在里面 roll 了。所以就我想越玩越大，这真的是要装修那些装修钱都不回，而且要给 cash 不能讲借 loan 了然后全部这些东西就要买 machine 呢，这些东西 machine 会不会用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创业的时候要笨一点，不要太聪明因为太聪明的话你会去算了，你觉得是根本是但是 make sense 的算去这样子做我要 invest 这样多，然后我又牺牲掉 opportunity cost as 一个 legal career， 我就浪费掉。如果你其实这样子算到来是 risk 很大，不值得那个 risk 但是对我来讲可能那时候也没算那么多，想要做什么就去做，这样子就 lucky 误打误撞，然后可能天时地利刚好就中到 TikTok 的这个 trend 这样子开始。那么后面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创业的建议了。你身为95后了，其实你会建议年轻人去创业吗？建议，但是我觉得创业是 more on 你需要找一个问题的你很想解决的，而不是如果你只是为了钱而创业，我觉得很难坚持比如说你是为了一个问题你想要解决，然后把这个你解决到那个问题然后分享给人家，那个我就很建议你去创业。但如果你是 purely 的为了就赚钱的话，就会比较因为到时候伪造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你要怎样去 breakthrough 就是那个热忱你要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我觉得你就很适合就应该去创业，不应该帮人家打工或者是跟你老板一起去创业也是可以。就你认为如果年轻人他们现在要去创业了有什么东西是在他创业之前就先要想清楚For 我的话 of course financially 你 at least 要有大概6个月的，对我来讲我自己是这样子看，我自己是6个月的expenses， 我有我的 saving 大概6个月的，所以我不 at the meantime 我可以慢慢的去做我的东西，然后还不会饿死这样子，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对我来讲一定要 financially 要有 at least 6个月，1年是最好， at least 要6个月，
然后解决问题咯，而不是为了钱而创业，这个 mindset 要 set 好啊，然后不要自己以为能我做了第一个月我能赚多少，第二个月赚多少。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你就比较难。像比如说第二次、第三次 ，maybe 你知道那个 formula， 你知道那个 flow，maybe 会比较快。都是第一次的话，我觉得是 mindset 要调好，不要跟我讲我创业第一年，我第一个月我就是要5位数的薪水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不要太去想先，就先去把你的 basic 的 need 做好先，然后过后再去 pursue 你想要做的东西哦。然后for建议的话，我也是有自己是会在想，这样下一个产品我要出什么，下一个的 SKU 什么会卖比较好，下一个什么东西会做比较好。然后过后，我最近有看到 Jeff Bezos 讲的一句话，他们是问他，你对未来你觉得做什么东西是下一个的 trend？ 像 Amazon 是之前的 Internet.com boom 出来，一个 Amazon 改变了整个 retailer shopping 的 experience。然后Jeff Bezos 讲一句话，我觉得是很能 connect to me。他是说，一直很多人问他未来会发生什么，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预测到啊。但是唯一能预测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未来不改变的是什么？第一就是消费者一定是喜欢性价比高的产品也不一定要便宜，但是性价比要高。就是说 maybe 我给30块，我拿到 value 是100块；我给50块，我拿到 value 是500块这样子东西消费者是愿意买单的然后第二个是能节省时间，能节省人的时间。Of course， 你的价钱派对能解决人家的时间，能省时间的话，人家当然会买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 Netflix 这种了，好像就是省你很多时间，而且又不用这样大 effort 跑去那边，然后又性价比又高。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做得到？就是有这几个符合这几个的逻辑在后面哦。所以我会这样子慢慢看，我会跟自己讲，什么东西会不会改变的？还有 user friendly 对他们讲要很容易 access， 很容易用的。就可能说这个产品已经在世界这个 industry 已经很久了比如说我讲牙膏牙膏每次都是要挤出来，然后过后你每次好像比如说你有 share 的话，一些人没有挤完整的，然后过后有很多 leftover 在里面的，然后很难挤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做不要用 pump， 像那个宣布 pump 这永远就是 pump 一个就是出那个 size， 然后又被挤太多又被挤太少。所以这样的东西好像比如说你卖比人家贵1-2块或者3-4块，人家会为了这个东西而买单，因为它节省生活的麻烦不便就pump 就30块就算这样子，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就什么不会改变的，然后有什么东西已经在这个市场很久了还没有改变，那时候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切入口给我们去做创新什么，不用说好像完全创新一个新的产品，只要改变一些已经市场上没有在创新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 mindset 去开始。那么回明你讲到创业了你的女朋友是你的 partner 对吗？对。这样关于找合作伙伴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怎样呢？很多人跟我讲不要跟情侣创业老婆老公创业，因为在 office 看到他，回家就看到他然后很难分辨到底我们都是回家，因为我女朋友是有个reflect 跟我说可以不要跟我讲工作嘛你在讲我不要再讲工作但是 for 我的话，因为我就 integrate 工作 as 我的 life 这样子所以就会有那个所以混浊。但是我会跟他讲 OK， 这样我们就下到比如说你其实需要一个男朋友，你其实需要一个partner，你跟我讲可能回来我 role 就换一下OK， 我这个时间晚上不要再讲这东西我们set明天一个时间我们去讲，就 professional 一点不要再讲那他就不能顶。所以对我来讲最大的是要互补，你要找互补的can be， 好像讲兄弟姐妹，好像不鼓励创业，然后创业不好兄弟姐妹也没得做。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你找到互补，比如说我是很熟悉 operation production 的，这样我就负责这一块，然后他是熟悉 creative marketing， 他就负责这一块，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互补互补的话，我觉得是很多讲1+1等于3嘛，就讲1+1等于11所以就互相互补的话就很适合创业。也不一定讲是不能跟家人不能跟父母这是要互补但是如果两个人比如说我对我的 content 很有要求然后他对他 content creator 他们也是自己的 style， 这样我们就会撞到，然后过后就我觉得会磨合就比较辛苦一点。如果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我们互相要信任对方，我相信你的能力，你相信我的能力，都是为公司好，都是为整个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去创业。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太多人一开始了我觉得3个以下是最好，个人的意见但是 Juice Coffee 有8个 founder这也是很难说，所以没有对错，是找到最能适合磨合的自己是最好的。为什么3个？
因为我觉得我会把生意看成三个东西啊，好像一个是 operations 运营那些要operations 那些 operation 那些 business， 第二个就是要去 marketing 的，就是去外面讲做 marketing 啊，第三个是 product， 要一个人要很 passionate about the product 就这三个的话，我觉得就很好的配合，就一人负责你们的部分这强项，然后把互补最强的弱点不会的就互补，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它的 effect 是很夸张啊。有3只脚了，稳的。对，3只脚，一人做一个地方，这是信任很重要。那么后面我们看，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资金啊，没有资源啊，或者没有经验去创业。这样对于这个东西，你的看法是怎样呢？我会觉得对我来讲 start small， 就以小额开始。像比如说我想要开我要做 F&B， 但是我没有钱开 restaurant。如果好像我有这些人来问的话，对我来讲 as 一个 entrepreneur， 你是其实也不是讲创业，也不是很玄的东西来，其实就 how to allocate your current resources， 你现在有什么，你能做什么东西，你就以现在的东西来做什么东西就以这样的 mindset。就比如说 restaurant 你要开，你要去租金，你要去 renovation 太贵了嘛，为什么你做pop up从你小开始，平民市集那些市集去参加，开始慢慢跟你的audience build 那个 connection， 看他们要什么，找 product market fit， 确定的 product 有人要过后，想办法怎样做大，怎样把 branding 在一起，怎样找更多的 sales distribution 的 channel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以小开始做起。像比如说讲钱是那个 reason why 你不应该 start business 不能 start business 的话，你就不应该 start 你要mindset是我一定要做，怎样做想办法，我一定要做就这样所以就很适合去这样子创业刚才你有提到一些部分，就是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都会踩过一些坑。这样在你创业出去，你刚才提到一些坑就是一些撞了一些墙壁。这样还有哪一些你觉得是想要分享一下吗？有踩过哪一些坑？ For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工厂机器中国买了机器那时候好像没有买很贵，50多千20千这样子，买了过后错了机器就没用到，放在那边就生灰尘，然后钱就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就很 desperate 然后一直用手倒得很累，所以要用机器倒，买了机器过后料都出不来，卡在那边因为我们是比较 pace 的，就是它是硬的，所以它要加热到每一个部分都要加热，但我们以为那个supplier 之前可以的，问他什么都可以的，拿到他不可以就消失无影无踪，你也不能做什么就这些坑。我觉得讲prevent 的话，我觉得是要脸皮要够厚，去找那些 maybe 看到这个 OEM 做很好try to 去慢慢去问他，认识那些做过的人请教做过的人，所以我觉得可以 prevent 多问那时候我一本内向嘛，都不懂，就自己做了过后才发现到原来我多问我可以解决到避免到很多坑这样子我能想到的是这个啦，工厂maybe 今年我们才租，因为我们 contract 要才3年嘛，像我第一次才3年，没有到1年了我就搬了第2间，然后这一间我也是才3年，而且每次搬的时候他问我 deposit， 因为我早走然后这次又不够用所以我才第1年，男生我全部刚拿吧，我要搬哇真的是就没有想到发展这样快我觉得要看远一点maybe可能这个是另外一个看不够远，也是很难讲但如果当时候没有发展到这么快，但我就很大的 renter 要 bear 地方空着，这样没用到也是这样子选择啦，选择没有一个对或错的answer了就适不适合。那么后面我好奇了我们看了你的 main product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deodorant嘛，除臭棒市场上有这样多的除臭棒的品牌你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的？你觉得海哥做对了什么？ As a brand as a whole， 我觉得我们做对的是我们的marketing content， 我们说 behind the scene， 说 customer 知道这个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我们放了什么进去，所以因为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informative全部东西都很透明化，所以他们懂这个成分怎么样，这个成分不好，比如说 aluminium paraben 是会有机会导致到你有breast cancer 这些，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会 avoid 这些 ingredient， 他们找 alternative， 他们找这样 ingredient 所以他们都会知道他们用的产品里面是什么，所以我们的 marketing content 的 side 我们做到很 transparent， everything 我们都 show 给他们看，然后我们讲做工厂我们这不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全部东西都是很
就 content side 他们知道这产品做怎样咯，然后还有可能也是我们 community 他们很喜欢 review 啊，好不好都 review 啊，所以别人 customer 看到这个是真的，而不是那种我们自己卖自己讲好啊，都是 customer 讲好，所以就那 community 就好像很好用这是解决我很多问题啊，因为我用了这个别的品牌也做不好，所以就那种人传人，然后他们看到也好，他们就会买这个 product 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最大我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很 transparent， 然后还有我们 keep improving 我们 formula until today， 好像昨天吧，我们又有看到更好的 texture 的 formula，就调一下 ratio， 再换一些 ingredient， 所以我们都是在 keep improving。So that's why 我们会有机会给我们去 compete 跟这个，这样算是一个很竞争的一个第二轮，很竞争了，已经很久了这个产品，也不是一个创新的。所以是因为 keep improving 我们的 ingredients formulas， 然后还有我们改变要快换 texture 要快这些东西，然后还有 transparency to customer， 所以这两点是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机会去跟别的品牌竞争这样子。就是 user 他们对你的了解不只是在品牌而已，他认识你们，他也知道你们怎样做事很 transparent 很放心啊。对，那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连我们啊，我们 even 会 call out 那个 consumer， 比如说他已经很生气还是很什么不喜欢我们都会，我跟 Ever 虽然我们现在是有 team， 但是我们自己会 set 边我讲不用紧，这个我 handle， 给我他电话嘛我们会做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别的品牌我觉得应该比较少人会做这样麻烦的东西对他们讲一个 customer 嘛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想我们想尽量挽救回这个 customer 这样子的意思。很注重这样子这样后面我们讲 back to day one 其实你有想过一开始你有想过会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吗？从来没有。一开始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开始我就想这个 business maybe 能一个5000块，我是西北开心我是 the happiest man alive。我就不需要帮人家做工了嘛，我就可以自己做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可以然后自己这样子做。然后现在 as we go 哇，又越来越多责任需要去带团队这些，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你 business plan 给我看嘛，你 business plan 是什么？我讲我没有 business plan 我可以 plan 但是比如说我3年前 plan 的话，我是 plan 不到今天所以我讲最多我能 plan 是1年所以就我们是我们有一个 goal， 比如说一个号码的追求一个 team 的 culture 我们要，然后我们有一个大的 goal， 即使能达到我不懂，但是我们会 break down to， 比如说我要这个号码，我1个月我要做多少 sales， 然后到1天我要多少个 parcel， 然后我们会以这样的目标我们而前进。然后比如说怎么我们达不到这个，比如说我1天我要4000单，这我是做不到，是什么问题？然后从那边我们再 dissect， 是因为我们的 production 不够快，没有production 够货很多只是出不到货，这样是不是你的广告做不好，还是 content 做不好从那边我们慢慢 dissect，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细节上我们就继续攻就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每一个 bottleneck 的好像就一开始货很多卖不到，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卖到了你的 supply chain 不行因为突然间卖很好，你就 fix supply chain， 你在 fix 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一 fix 了它就上去了过后货又很多然后就看着货看着你然后就想要讲卖，然后卖了过后这种东西你一解决到又再上去，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很 interesting 所以就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 bottleneck。然后可能去年我 bottleneck 就是我的 production 就 limit 到我就这方是这样小，我的 budget 是这样的amount，一般的工厂我们就看到那个上去一点了，然后货起来了货放东西又出货率比较慢一点了，就想办法要怎样出更快都会看到每一个阶段的 bottleneck 是什么。可能现在比较一个规模我们maybe 是 processor 问题我们 process 不够完整比如说我们太 messy 我们就东西 inventory track 不好什么东西 track 不好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细节化去看是什么问题，阻止到我们去下一个阶段这样子。是从来要 plan 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的 stage 很难1年可以 plan 得到，3年 plan 不到，然后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没有。这样后面你从一开始走到现在，你觉得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是或者能够做到今天是因为你身上的哪一个特质那我也是因为as we go， 我们是跟我女朋友我的 founder 我们是有讲其实我们cannot be journalist anymore because 太多东西太 messy 我们要很专，就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自己讲到底我们强项是什么
我们的特质，我们的强项是什么。For 我的话，对我来讲，我很喜欢sourcing，我的sourcing会比较强，就我喜欢找很特别的 packaging 啊，很奇奇怪怪的 ingredient 啊 ，wasabi fermented extract 这些很特别，然后有很多奇怪的 algae 的东西，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就我这样东西如果放进去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这种。我觉得产品创新那边我喜欢的东西然后还有 for 我的话，我是比较坚持的人啊，因为我是好像比较矮人，我需要个东西做，我就要做到，我才会放弃。我不会讲做到我才会不要做，我做不到我会做到为止，才打算我要不要做这样子。但是如果这样子讲，像自打嘴巴这样，像去落做一半就走就我感觉我是比较坚持 and 还有博拉的创新啊 packaging 那些咯。然后我的女朋友的话还是比较创新创意她的想法是天马行空这样，我的是很 logical 这样子，所以我是坚持吧，跟 innovative 跟sourcing是我的强项，所以可以互补两个人，所以我们就互补我的缺点就是maybe 是 marketing 他就可以帮我做更多好的 content， 那我因为我会去run ads 嘛然后我就可以把 amplify 他的 effort 他所做的 content maybe 就只能拿10,000 view， 但是我 amplify effort 去100,000 view 过后还有 sales 所以就刚好就是虽然互补就互补得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合作的说法是前面时候一直吵架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分出来了东西就比较好就互相相信对方，然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也没有讲身边 separate 到这样子有问题我也是问他content 做不到他也会问我的 input 这样子，就在那个过程中双方互相更加了解自己擅长的地方，对这样去配合了。对 for 这个整个创业过程我是觉得很 interesting， 是 not only 我们 business knowledge 增加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更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自己真正自己强在什么，弱在什么像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走这条 business 的路创业的路的话 maybe 我到现在还不懂因为这个还是在 everyday 在探索看你这个好不好，也做不好就在探索所以就我也是有跟我的女朋友讲，如果今天 business 变到0我们两个的心情是这样，我觉得我 contented 我满意，我也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我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很清楚我就更认识自己然后我自己的 skill of course leadership management怎样做 branding 全部也是到另一个阶段我觉得我可以做第二个 brand 没问题就有对自己更有信心去，就算 business 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 as a person 我们够很多所以很鼓励你们去走创业这条路，但是很没有这样容易咯这样后面刚才你有提到一部分就是讲说你是一个矮人嘛，对，但其实你 MBTI 是什么呢？没有错的话一定是 INTJ INTJ 这样后面你有怎样去形容你自己的性格呢？内向以前朋友他们是讲吹感金嘴巴含着金不要讲话不要讲话然后内向然后内向，但是我的外表是那种木讷这样，但是认识的人会觉得我很笑很夸张很疯狂的一个人这样子，就我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我内心是很狂野很想要自由那种所以你看我不带东西，我不喜欢东西绑着我我就很不爽，你崇尚自由对，这样我连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是那种很想要自由，但是外面就比较 introvert 比较木讷这样子的人我到现在你偶尔还会自我怀疑吗？现在的话也是会，就每个阶段自我怀疑都不一样，比如说一开始创业我自我怀疑我到底做对选择吗创业这条路适合我吗？因为那时候记得我辞职的时候我不敢我爸爸妈妈讲，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疯狂了他们是说怎样你罗要做怎样 OK 吗 OK 很好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做好然后OK 可以我还 handle 这个 case 就跟他讲这东西就安抚他们，然后过后因为到去年吧我回去新年的时候我就讲我爸爸也是有问我你的license都有这么放这浪费，完了你就开一个律师楼然后这样子小做那我就讲不是很想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做，那时候一开始是因为这些问题，然后我就有自我怀疑到底会让 disappoint 我的爸爸我的 parents 也是爸爸妈妈好像觉得会不好的孩子这样子他们也是花他们 effort 培养我去读这个东西，读这个律师的行业读5-6年，然后就这样子没有做，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 OK I make it 第二个怀疑是 how can we
其实是不是一个真的 business， 还是一个 lucky 的东西吧？能不能维持未来的3-4年、4-5年啊？然后过后 after 这些 data 的东西，我看到了 recurring purchase how many percent， 我到现在有多少个客户，然后他们每几次回顾一次，然后就算，其实哇，这个 business 是很能做的，很 sustainable， 所以这样子过后我就怀疑就没有了。那第二个怀疑是am I a good leader？ 我会问我自己，然后为什么好像有时候我觉得员工永远都达不到老板想要的，然后老板永远都不理解员工有时候我每次这样子 question 我自己现在的话，到底要怎样去员工管理啊，怎样去 to be a good leader 啊，怎样去给人家方向啊，跟我们一起走下去啊。因为公司 S 公司我发现到我们 department 就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就没有到像之前的时候10个人，之前是5个人，哇，我们的 communication 是很容易的，就这样子转完就去 SQ 了。现在是这个operation department， 他们知道，但是 marketing department 不知道，然后他们讲，我们要 launch 这个我不知道，所以这些 communication 东西就会很乱哦。现在我最近也是有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 good leader， 一开始到现在都不同阶段不同的怀疑这样子。你们现在团队多少人？现在我们 full time 有20个啦，part time 一定15个这样子，然后 freelance 大概也是15个这样子。就是去做 live 呢？做 live 在家做 live 这样子，所以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怀疑，然后只要踏过那个 curve， 那个跳过那个 threshold， 那个跨那个栏 ，maybe 每次就看回去，actually 小事而已，但是想太多yes， 然后 of course， 但是我们也有学到我们有个经验，所以我们就懂，这种东西我已经遇过，我知道怎样做现在的时候，像现在我们请的人大多数都会比我们大的，因为我们都要比较有经验的人进来，因为我们 team size average 的年龄才25岁吧，然后现在我请的都是30多岁以上然后他们讲你29岁，这么我听你讲我有8年经验，你才创业4年，所以会有这样的开始有这样的人在，好像要去manage，想要去带他们，怎样去跟他们沟通这样子那个另外一个 stage 了所以我就怀疑自己am I a good leader？ 我应该请一个 GM 一个 CEO 进来帮我 run 这样子东西所以会有自己怀疑，这是正常的。这样后面有什么关于创业的书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你想要推荐给年轻人的吗？如果讲一开始创业的话，我觉得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那本书我觉得帮助我很多。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关系到 management that 我们也是有提起到那个的 hard things about hard things 这个 I think 是过后吧，这个是过后你有团队 management 的时候你可以去读。第3个的话，我觉得我很 follow Alex Hormozi 所以他有2本书叫100 Million Offer and 100 Million Leads， 这2个我都有，所以我觉得很好用，很 practical这3本我会介绍了。这样后面一路走来有没有某个建议是对你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吗？有一个是we have to learn and unlearn， 就是说我们好像我发现到好像很多人都是读书在学习嘛，他们读书过后他们就停在那边了，他们有继续学更多。对我来讲，你读书过后你还继续学那些你书上教不到你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你问我那些书上中学的时候没人教过这些东西全部都自己去摸索，自己去看，好像继续学但是学的同时我们要 unlearn， 就之前我们的 mindset， 我们说生意该这样子做，我们应该怎样做，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放掉了好像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做生意，别人家就说你要很大的投资你要很多钱说很 risky 这些东西这东西其实是 as we learn you can see 有很多 example 已经是不需要，这个概念也是可以做得到这东西你就要放掉它，你要想办法everything 是靠你怎样去 allocate 你的资源，怎样去解决所以就学这东西的同时也要忘记掉之前的 old mindset。 所以我觉得蛮深刻对我来讲好像一路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做的，好像其实就脑就 fix 在那边了，然后其实 as we go 我觉得我们就是start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东西 lock 在那边那就变成一个 frame 对，要 unlearn before 你 learn 这个新的东西，你要放自己当自己是一个空白纸，然后读完过后自己再去想一下到底我认为我的认知之前是对的吗我 how we view this thing 是对的吗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做也是可以所以就这个对我影响就会在记着，自己会跟自己讲。这样后面假如你能够回到4年前5年前去告诉自己关于做生意的一个认知，你会跟当时自己说些什么？ For 我的话
不要管人家怎样看你。所以对我来讲，因为那时候也可能是我们讲长大的过程是那种好像比较亚洲的 parents 都会讲长大出来就要做医生啊，做 lawyer 啊，做律师啊，做律师，然后做 accountant 啊，这些东西 accountant 的东西。然后如果我们也没有做，他说我们做比较，比如说我去唱歌，还有比如说我去画画，这样人家就会嘉许啊，你这么他不务正业，整天就只要玩，只要画，不要做工哈。所以好像如果我会跟我自己讲，不要再去管这些声音，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要搬去 KL， 因为那时候我 environment 是没有这样 supportive， 然后我 feel like 因为我也知道我想要自由，我不想被绑着这样，然后我出去，然后我 make sure 我自己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啊，我不要再靠家里的像 MC 这样子，整天就吃家里的饭这样子，租金又没有给，然后我就讲 OK， 然后我很多人会讲，我家里人不支持我创业，好像我就在家，然后我有时候会问他，这样你有给租金吗？在家没有？你 WiFi 有给钱吗？没有？你的水电费谁给？爸爸妈妈？我讲这样你真的没办法，每个人家里有每个人的规则，你就要跟他的规则，没办法。这样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要给我 financial independent 的时候，我就可以决定我要做什么所以会跟自己讲，不要这样在意人家的眼光，然后要改变东西的话，就先改变你的 environment。最快的方式改变你的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改变你的 environment。比如说搬去外面住，可能5km away from 你家都好，都会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会不要太介意，以前会很在意啊，好像现在我们 business 放 social media 嘛，还是露脸，你这露脸了吗？他全都做不好没人看得见了，然后就讲是啊，不要做所以我觉得这种声音都是不要太 care 其实我也是发现一点是，也是去新年的时候阿明你不要做历史妹浪费什么讲那些我的阿姨我的姑姑他们都会讲，然后我讲是没有兴趣不要浪费耶，你们什么讲了过后可能见面一个小时after 新年回家，你认为他还有在想你这个东西？没有啊，所以我因为他这个决定，我去读咯，我去继续 suffer 我做我的 legal career， 不觉得很笨呢？我觉得很笨我为了我30年，我就听他1个小时的人他讲为就是听OK 好事我去做比较好。这样我觉得，因为他们那1个小时的 care， 然后我去30年我就派在这个 industry， 我觉得很不值得。那个是你的人生，还有1个小时，可是他不用对你的人生负责。对，他讲回家继续煮菜，继续去做他的工作，然后就来讲你那个中文也没去做这样，中文也选择这样的东西，中文去做 YouTuber 都不赚钱的什么谁 YouTuber 很赚钱的，之前的时候 maybe 然后过后就跟自己讲不要因为这些的声音这东西而去people pleaser去要 pleasing everyone。 another thing 是我觉得In order to be selfless, 你还 to be selfish first， 这是我觉得也是对我影响很大。好像一直要觉得顺从人家，给人家开心，其实自己不开心，到后来的时候也不是你自己对，然后自己也不开心，然后比如说人家需要东西，你也帮助不到人家，因为你自己不喜欢嘛，然后做东西也做不好。所以我就想这几点会跟自己讲，不要这样在意。这样后面呢，想问你所以虽然刚才你有提到可能你 plan 的东西可能会 plan 1年那样子了，对，其实对于海哥来讲未来5年会有什么大方向或者一些想法吗？ For 海哥的话 for 我们今年我们刚进了Watson嘛，然后过后明年我们也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们有跟几个 distributor 在谈着去印尼跟菲律宾还有泰国这3个国家，所以未来明年的话我会决定 at least 我们要去到一个 Southeast Asia country， 我要去看到底这个产品是在Malaysia能卖，在别的国家能不能卖。所以我觉得会去 Southeast Asia 的市场来 test 看。然后我们 retail 的 channel 就是我们现在只有 Watson 嘛，然后 Watson 在 Malaysia 有600多间，我们现在进了大概200多，然后by明年我要进到完了，就by Q1 3月的时候咯，我要进完600多间，了过后想要 increase 去大概至少有一个5000个点所以还有很多不同distributor我想要去开，就会 in the process 然后就我们的 sales channel 会增加，然后还有 try to 去 test international market， 还有是会有很多不同的 marketing collab 那种奇奇怪怪的 collab 我们也是有在 on 我们 schedules 安排着然后会
对我来讲，我好像 as a Haiger 的 business，我看重是这两点嘛，我的 branding 跟我的 distribution channels， 就我这两个做好 product 是要好是基本，然后只要这两个东西做好，我觉得就可以继续的去grow， 都这东西做不好就很难的继续 grow， 所以我们未来的5年就是把 branding 跟 distribution channel 这两个做到很紧哦，所以我本身也是很整天就在这两边在爬跑去哦，这样去把更多 channel distribution channel 更多branding 更 strong， 你 associate 我们这个 brand with 什么东西，像现在人家想要 deodorant 就想要 Haiger 嘛，然后我们的 deodorant 是比如说这么比别人不更好还是我们真的是除臭啊，不是用香水来盖掉那个味道，我们是有那种除臭功能的，就是有好像那些magnesium hydroxide 啊 tea tree oil 这些东西都是除臭比别人除臭的东西，所以都是会比别人的比较特别一点哦，跟别人的 market。然后 我们也是 refillable， 是说你开始买一个 casing 可能会比较贵，你买了过后你买 refill 的时候会很便宜，比较便宜20块每一次你买就买 refill 而已，所以我们 concept 是 refillable sustainable 这样的 concept。我们看到未来3-5年的趋势也会以这样的方向去走，而不是就 brand with a purpose 这样子，而不是只是 brand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人家比较不一样。像 for 我们 Liban 我们是最近有一直在 improve 它的texture 啊，然后 in next year 我们会 come up with SPF 啊，就是说会有 lip 你的唇也是要有防晒的功能这样子还是很 interesting， 我也是不懂。是过后 customer feedback， 你的唇很多还是问你的唇膏 SPF 吗？唇膏 SPF 吗？过后我们也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产品研发都会听 customer 要什么，然后我们去做给他这样子。这样后面我们看呢，你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在职业上或者在生活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是坚持。他们看到他们可能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都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其实蛮清楚但是他们很难就要坚持就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或觉得很闷，好像是在 repeat 做一样东西很闷，但是一些东西一些 skill 就是要你 repeat 去做才能acquire起来的。他们是想我想要做新的东西，就那个我觉得是要坚持我觉得以前吧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方向，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只是要坚持吧坚持继续做那个很闷的东西，做了100次1000次你就会到下一个阶段了，只是那个过程要很能顶我们讲说就现在马来西亚的大环境来讲呢你认为市场上有哪一些缺口是年轻人应该去注意的吗？ I mean 其实如果讲 product 的话，在 Malaysia 该有的都有了，比如说你要讲完全创新做一个，比如说你是要做一个电车像 Elon Musk 你要做火箭那些我在 Malaysia 我觉得以科技技术全部来讲，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以我的认知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这样好料的一个技术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大多数马来西亚是很好的创业环境很好的环境因为它的怎么说，比如说你可以 refer to 中国，你可以 refer to 美国跟欧洲，他们都是走在比较前面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东西它什么逻辑，就是说 reference你拿到过后你换一下能 apply 在 Malaysia所以 Malaysia 就有这样的优势，因为它的 pace 没这么快，别人的比较快，这样你可以看到未来会变成什么，比如说你看 TikTok 未来会变成怎样，抖音变成怎样， TikTok 就会是怎样所以其实就 in a way 你已经预知未来这样子了这样你怎样去把它用来你的 advantage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 Malaysia 是很好的一个创业开始的平台但是要去欧美那些市场就很有挑战性因为那边是很卷很成熟，根本不用讲中国更难，所以我觉得每一些创业是比这些 compare 跟其他国家会更好，而且我们政府也是很 support 我们去创业和 incorporate 一个 company 是很方便的，所以全部东西都有很多 grant， 有很多那些 digital grant， 很多都可以去 apply别的国家我觉得没有这么多，我之前有问到几个马来西亚是很支持年轻人去创业。最后了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一个十字路口职业或者事业十字路口，他们可能在做这人生重要的抉择这样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是勇敢的踏出那一步，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踏出了过后你会发现到外面的事你连呼吸都觉得比较新鲜了你只要那个勇气吧，真是那个勇气吧maybe 我有那个 privilege 去讲，因为我家里人可能他不需要我去负担
啊，他们能自己生活啊，他们有他们自己工作，所以可能一些人我明白是他们家里又有一个负担，如果他失败啊，不是他失败，他全家人都靠着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会很大。但是我就 as long as 你要有6个月的 expenses 这种东西好了过后才去做是比较安全，或者是一开始你不用完全 all in 这样子，不要，我的负担我就不要做，我一起去做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危险，这看你因人而异了。但是我觉得那第一步我觉得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苦衷了。然后比如说一些人是负担很大，有孩子有家庭有爸爸妈妈啊，那个第一步踏出去过后整天就可能睡不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要踏出去，这是那第一步，不要想太多，创业要笨一点，踏出那一步，然后过后你就发现到哇，原来世界很不一样哦。